好，那我们终于要进入我们最后一个诊断方式，叫手肘诊断了哈。那这个诊断方式相对稍微比较跟之前的颌骨诊断跟颈部诊断比起来，它的难度并不高。那这个部分也算是比较简单，因为它范围也比较大。我想对于初学者来讲，反而这个地方会比较好学。可是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个选项呢？原因在于，先把颈部跟颌骨学完，再学手肘，你才有办法了解。哦，那我们先看一下手肘的部分怎么看哈。首先，它的范围大概是这样上下这个范围哈，大概这么宽。好，那记得我们说怎么数呢？从内往外数，从下往上数。所以我们在做手肘诊断的时候，先找这个部分哈，叫做腰，这叫胸，这叫颈。好，那这个部分再往内转，这边是大脑，这里是脑干，这里是小脑。好，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往后看，记得在这边有一个地方叫小腹，有没有？小腹。那这小腹在什么地方呢？在所谓的肱骨外上髁跟耻骨鹰嘴突的中间，基本上就是小海穴的位置。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这些地方要有几个需要小心的地方。第一个，不要跟手三里穴、手五里、手三里穴搞混，因为我们在做小脑的部分，虽然说在这个位置，但是呢，手三里穴在这边啊。那其实你在摸的时候，很容易搞混，就是说病人他会觉得说酸酸的，这个地方不是阳性反应。因为你在按的时候，如果你按到手三里穴，的确酸酸胀胀。可是我们要的是 tender point， 要记得我们要的是 tender point 的部分。所以你要按的时候，你要自己抓到的感觉，这才是所谓的正确的阳性反应。那这个地方一样，我们在做小脑的时候，记得不要跟手五里穴搞混。它这个地方，因为手五里穴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小脑，那这个地方你记得一定要去拨那个肌肉的硬节点，跟你在拨颌骨诊断的感觉是一样的。那记得肘窝这附近不要去拨它，因为肘窝这边很多肌腱。这里很容易搞混。那还有一个地方叫所谓的脑干点，这个地方跟肱二头肌腱一样，它很容易搞混，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因为肱二头肌腱本身是一条硬硬的，可是它们拨起来病人并不会痛，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之前忽略掉的所谓颌骨的脑部诊断跟歪点的脑部诊断都忽略掉，原因在于我们在那边说过了嘛，那边分不出大脑、小脑、脑干，但在这里就可以分出来大脑、脑干、小脑，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分得出来说的手肘诊断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大脑的部分要放在最后这个地方讲，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么好分，我们在前面颌骨跟在后面所谓的颈部就不用浪费时间去摸，因为那很细嘛。那至于刚刚讲的小腹的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基本上来说效果很好用，尤其在下腹部有些问题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用的。那手肘诊断就是这么的简单。